在前面使用 Dropbox 来同步 Obsidian 的储存库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 Dropbox 没有办法使用表情符号来做同步。当你的档名或者是资料夹的名称含有表情符号的时候， Dropbox 就没有办法自动的帮你做同步，并且它会产生出一个同步问题的错误。这一个档案因为它里面含有了一个表情符号，结果它就没有办法做同步。但是后来看了国外的一个文章以后，才确认原来不是所有的表情符号都没有办法使用 Dropbox 来同步，而是有特定的字元，也就是如果字元的 ASCII code 是 F0 开头，也就是 Unicode 是用 U 加 EF 开头的这一些符号，才没有办法来使用 Dropbox 同步。Unicode EF 以外的字元其实是可以使用在 Dropbox 的同步的档名上面的。那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字元是可以使用，哪一些字元是不能使用，还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判断哪一些是可以使用在 Dropbox 的档名上面的这一些符号。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判断的方法。要判断表情符号是 EF 开头的这种状况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可以使用 emoji 的 list 由透过网页来查询我要使用的表情符号到底它的字码是不是 EF 开头。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些笑脸符号基本上都是 U 加 EF， 因此这一些符号都没有办法使用在 Dropbox 的档名上面。我们可以用搜寻找，比如说我们找 U 加2，那你可以看到 U 加2呢会有562个字元。那这些字元表情符号呢，应该是比较后面加的表情符号了。它就是 U 加2的话，这一些符号就可以拿来当做档名来使用。另外的判断的方法，也可以使用一些文字编辑器，把游标移动到表情符号的位置上面，透过它的显示可以很快的看到它是不是属于 EF 区间的字元。比如说我们用 EM Editor 的话，只要把滑鼠的游标停留在这个字元上面，再从右下角的状态栏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它的 Unicode 的字元的代码。像它这个就是 U 加 EF0， 因此这个符号就没有办法使用。但是下面的这些符号是 U 加2，这些都是 U 加2开头的 Unicode， 因此这些表情符号拿来当做档名是不会有问题的Dropbox 可以很正常的来做同步。那其他的编辑器也是一样，如果你使用 Notepad++ 的话，就是去安装的 Golang Column 的外挂，从外挂里面呢就可以把外挂的面板给显示出来，在它的面板的下方就会有显示出游标所在位置这个字元它的 Unicode， 看到它这边是 U 加 0EF， 因此这个符号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如果你是使用 VS Code 的话，我这边安装的扩充呢是 Unicode Code Point， 只要安装了这个扩充，当我们把滑鼠的游标停留在某个字元上面的时候，在状态栏上面它会显示出它的字元的字码。那从这边也可以判断出这一个符号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是下面的这些符号是 U 加2的，它就可以使用在档名上面。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辨识出到底有哪一些符号可以使用，哪一些符号不可以使用。可以说它的判断的方法其实是很简单我做了一些从刚刚的清单上面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能够使用的 Unicode 其实在表情符号的清单里面只有580个字，其实是偏少的因为 U 加 E 开头的其实有2000多个字2084个字。难道我们这2084个字不能使用档名，就没有办法产生出比较丰富的一个档名了吗？那其实除了表情符号以外， Unicode 还有很多别的这种符号型的字元也可以来使用比如说我们用这一个网页来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符号可以来使用像这个右边的箭头这边 U 加2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可以使用在表情符号上面的，或者是这个数字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其实都是 U 加2的因此这一些拿来当做档名也是不会有问题的。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 Dropbox 上面，如果要想使用表情符号或者是 Unicode 的一些符号的话，只要知道了 U 加 EF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其他的符号都可以来当做档名或者是资料夹的名称。这个就是在 Dropbox 同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一点。有了这个知识以后，基本上 Dropbox 的档名呢，可以说就不会有受到表情符号不能使用的限制了。今天就是分享这个小知识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在使用 Dropbox 做同步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的电脑知识有帮助的话，请大家记得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